在很久很久以前，那个时候没有超市，没有医院，甚至连高楼大厦都没有。人们住在温暖的树洞和石洞里，每天就在大森林里寻找果子和瘦肉吃，过着简单而原始的生活。当时有一位非常了不起的部落首领，大家都叫他神农氏。神农氏长得很特别，传说他有一具像水晶一样亮晶晶透明的身体，肚子里面装了什么，从外面看得一清二楚。他吃东西之后，就好像能看见他在身体里发生了什么变化，是让人舒服，还是让人难受？神农氏最喜欢大自然，他总是想着怎样才能让大家吃得饱，少生病，生活得更好呢？有一天，神农氏在部落里散步，听到大树后面传来一阵哭声。呜，我的肚子好痛呀！神农氏走过去一看，是一个满脸通红的小男孩，正捂着肚子在地上打滚。旁边孩子的妈妈急得直掉眼泪。可是大家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在那个时候，人们只要一生病，就只能躺在床上硬扛，很多人因此就再也醒不来了。神农氏看着痛苦的孩子，心里像针扎一样难受。他抬起头，望着漫山遍野郁郁葱葱的树木和野草，握紧了拳头，想：大自然既然生养了我们，就一定藏着能治病的宝贝。这些绿色的植物里，肯定有能止痛、能治病的药。既然没人知道哪种能吃，那就由我来试吧。就这样，神农氏带上了一个竹编的小背篓，独自一人走向了神秘的大山。神农氏来到一处开满鲜花的山坡上，他看到一种长着心形叶子的小草，上面还挂着亮晶晶的露水。神农氏摘下一片叶子，放进嘴里嚼了嚼，呀，甜滋滋的。这时候，奇妙的事情发生了。通过他那透明的肚子，可以看到那片叶子化成了一股绿色的暖流，缓缓流向全身，让人觉得身上热乎乎，特别有劲儿。神农氏高兴极了，用石头在上面画了一个笑脸，写道：这种草吃了能让人变力气大。他又往前走，看到一种结着红色小浆果的灌木，他摘下一颗尝了尝，酸溜溜，还有点涩。不过神农氏闭上眼睛仔细感受了一下，发现自己的口水变多了。本来因为赶路有些口渴的嗓子一下子变得湿润舒服起来，他开心地笑了，哈哈，这个可以用来解渴。神农氏不怕辛苦，一路上尝了红色的小花、黄色的小根，还有奇奇怪怪的藤蔓。但是寻找草药的道路是非常危险的，不是所有的植物都是友好的。如果你在森林中看到那些鲜艳漂亮的果子时，可千万不能随便摘来吃哦，因为有些植物看起来可爱，其实可能有毒。就在这时，神农氏在一块大石头后面发现了一种长着锯齿形状、冒着怪味的小草。他刚把叶子嚼碎咽下去，脸色唰的一下就变白了，好苦，好辣。神农氏痛苦地捂住脖子。这一次，他透明的肚子倒映出来的不再是温暖的绿色，而是一团黑色的雾气。黑气像小虫子一样在他的胃里乱撞。神农氏觉得天旋地转，双腿一软，啪嗒一下摔倒在地上，连手指头都动弹不得了。
难道我就要这么倒下了吗？神农氏在心里想，不行，部落里的孩子们还在等我回去呢。他用尽全身最后一丝力气，伸手抓住了身边另一种长得像羽毛一样的绿草，拼命塞进嘴里。神奇的是，这种羽毛草一咽下去，立刻化作了一股清凉的泉水，噼里啪啦的把肚子里的黑气全部冲散了。神农氏长长的吐出一口气，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坐在地上笑了起来。好险好险，差一点就睡着了。不过我又发现了一种能解毒的宝贝。神农氏在山里整整待了749天，他的衣服被荆棘划破了，脚底磨出了厚厚的茧子，甚至因为吃了太多有毒的草，他的头发和胡子都变成了草绿色。但是他的小背篓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草药，他的本子上也写满了哪种草治感冒，哪种草治肚子痛，哪种草能止血。当这位绿头发爷爷背着满满的草药回到部落时，所有人都欢呼起来。神农氏把那些能治病的草药分给生病的人。没过几天，那个肚子痛的小男孩就能活蹦乱跳地在草地上奔跑了。后来，人们把这些能帮助身体恢复的草木慢慢整理成了中草药的知识。神农氏也被大家尊称为药王和农业之神。每当我们生病吃药的时候，小读者们，我们都要谢谢这位在几千年前勇敢地用自己的肚子为人类试探危险的神农氏。是他用勇气和爱心为我们打开了健康的大门。